据越南媒体 Soha 11月28号报道称，在媒体报道伊朗可能会在72小时内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下，美国航空母舰和军舰在紧张的局势下进入了波斯湾。这则消息是在伊朗的主要科学家和研究的领导者被暗杀不久后发布的，并且对于这则消息，美国表示这个计划是在伊朗的科学家被暗杀之前就定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这些事情联系到一起似乎十分巧合。先是在26号，有媒体报道，以色列似乎接到了美国下达的命令，攻击伊朗的核研究所，并且以色列自己都表示对伊朗的核研究不太喜欢，所以下手除掉也不是不可能。但是众多军事人士以及媒体都认为，以色列如果要攻击，首选必然是纳塔兹核研究院，毕竟当年这里已经遭遇过一次火灾了。于是27号，伊朗核武之父遇刺身亡，也就让不少人十分惊讶。不过仔细一想，这也确实是一个控制伊朗核武器发展的一个好途径，所以攻击纳坦兹就是一个障眼法。真正要对付的其实是人，毕竟东西好做，人才难养。在这个基础上，伊朗发誓报复的想法也就十分正常了，甚至在进行计划前就可以猜得出来，所以提前下达派遣命令，使航母及时进入伊朗边境海湾实施压制。要知道，波斯湾是伊朗海岸线最长的一个海域，而伊朗在21号就公布了自己国产航母，虽然似是从货船改进而来，但是火力上也是十分强劲的。虽然没有战斗机的跑道，但是有无人机的弹射装置，另外还配有双管23毫米的高炮，以及4座努尔双联装反舰导弹发射装置和霍尔达德3防空导弹，所以想要制止伊朗反扑，提前部署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苏莱曼尼事件还历历在目，就在今年年初，同样是乘车途中遇刺，只是手段不同。当时美国还十分自大扬言，伊朗若进行报复，就要对伊朗实施反击。结果伊朗特别头铁的就展开了相当的报复。那么这次同样是刺杀事件，但是美军航母却已经直接开到了家门口。伊朗的报复行动是否还会如期而至？会不会因此而终止？首先，伊朗在武器禁运令生效的13年时间内，除了另辟蹊径的航母，还研制了相当多的国产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装备。比如这艘改装的航母上的反舰导弹，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到0.9马赫，最大射程超过200千米，末端雷达制导，但是在中东绝对是一个强力武器。其次，波斯湾作为海湾，虽然十分长，但是宽度却只在56到338公里。除去一下航母无法达到的浅滩之类的，美国航母和舰船完全是在伊朗的射程范围内的。更何况美军航母现在正在伊朗边上的波斯湾，想要撤离更是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中间偏近伊朗的一个大岛更是属于伊朗的。所以一旦伊朗在这里部署相关武器导弹，美军也是要严阵以待的。不过从个人角度上来说，伊朗如果继续头铁，也许会给美国造成一定损失，但是自己也必然损失更大。毕竟从综合的军事力量上来说，伊朗对上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句话还是很适合伊朗当前的局势的。忍一时之气之后再找机会报复回去，自然是更好的选择。毕竟总不能让美国找到机会让航母参战。日前，伊朗顶级核物理学家莫森·法赫里扎德遭到暗杀，中东局势骤然紧张。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这次暗杀是何方所为，但伊朗方面明确宣布，只有以色列才有这个能力在伊朗实施复杂的暗杀行为。伊朗方面宣布必定报复，并很快做出反应。最新的消息显示，伊朗军队的确行动了起来，他们的主要军事设计有了非常显著的活动。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军队的几十个弹道导弹发射系统已经部署为发射状态，这同在2020年1月伊朗军队导弹空袭美军驻伊拉克军事基地的情况类似。另外，有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通过军事侦察卫星的侦测，伊朗军队在其前沿阵地至少部署了20枚导弹发射系统，这些导弹被认为是伊朗即将针对以色列进行空袭打击。国际媒体报道称，这是2020年伊朗第2位顶级人物被暗杀，是过去10年间第5位被暗杀的核物理科学家。伊朗人积累的愤怒可能比2020年1月袭击美军伊拉克基地时要大得多，
国际军事专家指出，根据目前的信息，伊朗的导弹已准备到位，可能会在未来72小时内空袭以色列。目前所知道的是，以色列已经调集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应对。不过，最让国际军事专家好奇的是，从27号至今，美国人依旧罕见保持沉默，没有针对此次暗杀行为进行明确的回复，也没有对急剧恶化的伊朗军事发表看法。但是美军的航母异动显示出伊朗局势的骤然升级。美军虽然保持沉默，但美军部署已经在积极地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最新的报道显示，美军尼米兹号航母在暗杀前的11月25号被安排驶向波斯湾。在10月25号之前，该航母在印度洋同印度海军举行演习。美军声称这是暗杀事件发生前就已经做出的部署。需要指出的是，在10月25号尼米兹号航母驶向波斯湾之前，中东地区没有美军航空母舰部署。分析指出，美军一个航母打击群无法对伊朗军队形成有效的威慑，该航母舰队即将驶向波斯湾，也无法阻止伊朗的军事报复行动。但是由此可见，美国目前尚未准备在中东地区同伊朗全面开战。另外，也有分析指出，伊朗虽然准备了至少20枚导弹，随时对以色列发动空袭报复，但在当前局势下，可能不会真正落实。鉴于美国当前处于3军司令的交接时期，此次暗杀事件来得非常蹊跷，其目的可能就是为了破坏2021年1月20号之后美国同伊朗的和谈。如果伊朗此时发动导弹空袭报复，会让伊朗方面陷入对方设计好的口袋之中。当前，伊朗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不报复将无法对死去的核物理科学家一个交代，报复的话可能会毁掉印度海军的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在11月30号进行了港口西坡试验。媒体报道称，在科金造船厂的不懈努力下，这次西坡试验取得了成功。这标志着印度海军雄心勃勃的国产航母建造项目进入了最后阶段。这次西坡试验，印度海军同科金船厂的高层一同参与，对航母的4台 LM-2500 燃气轮机、主齿轮箱、轴系统和可控俯仰螺旋桨及其集成控制系统进行了广泛的试验。此外，在港口西坡试验中，还证实了主要动力辅助设备和系统，诸如空调、转向器、甲板机械以及整个内部通讯系统进行了测试。当前，印度科金船厂正在浮动条件下对这艘航母进行机械设备测试。随着这些试验的完成，维克兰特号航母将在2021年的上半年进行海上试航。印度媒体称，在印度海运和科金造船厂的不懈努力下，印度的国产航母驶向公海只是时间问题。根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海军计划是2025年让这艘国产航母服役。因为新冠肺炎的流行，按2019年计划，维克兰特号航母原本是在2020年3月进行西坡试验，然后进入海试。因为疫情的原因，海试不得不推迟到2021年。不过，这对于印度海军以及科金造船厂而言，并不算什么意外事件。该航母2005年开工建造至今，从未按照计划执行过。造航母有多难，印度是更难。现代航母的建造非常难，要让喷气式飞机在甲板上起飞，这对航母的甲板钢材和船体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造航母需要一个国家强大的工业支撑，大到特殊钢材、燃气轮机、雷达、舰载电子设备等高科技制造业，小到螺丝帽、阻拦索、空调、晾衣架，都要能够为航母建造提供支撑。全球能建造6万吨以上排水量航母的国家更少，只有美国和中国。能够造航母的国家也不多，屈指可数，也就是10来个国家。能够建造航母的国家中，印度是科技能力算是最弱的一国。虽然历经艰难，将维克兰特号航母建成了航母的样子，也的确不易。印度的造船工业并不发达，即使连数千吨排水量的军舰建造技术都不能完全掌握。可以说，2005年印度并没有做好这些技术储备，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依旧决定开工建造国产航母，的确勇气可嘉。印度航母建造15年花了多少钱？印度海军和科金船厂的官方声明显示，从2005年至今，这艘印度国产航母项目投入了约2000亿印度卢币，折算美元为27.2亿。其中，该航母的75%的材料和设备来自于印度国产，50多家印度制造商参与了航母建造。每天有2000名印度人在这艘国产航母上工作，为超过4万名印度人提供了间接工作机会。声明强调，投入建造的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的27.2亿美元，其中80%到85%用于印度经济，相对于美军福特级航母建造花费130亿美元，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级航母建造花费40亿美元，印度建造了15年，仅花费27.2亿美元。看上去花费的钱并不多，按照人们一贯对印度做事风格的推断，这样的价格也算是便宜的让人意外。要知道，印度那艘从俄罗斯零元购获得的超日王号航母，实际到印度海军手上最终花费了29亿美元。5年前，美军专家根据中俄武器装备的现状，做出了如下的推测。他认为，中国最为青睐的5款俄罗斯武器是 PAK-FA 战斗机、
图95战略轰炸机、图160战略轰炸机、苏35测绘战斗机、T14艾玛塔主战坦克。排在第1位的 PAK-FA 战斗机看起来有点陌生，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现在的苏57。2015年，该款战机还是在俄印联合研发的战斗机项目，尚未获得俄罗斯军队的正式编号。这款从2002年开始研发的武器，原计划2020年年初服役，但不幸的是，在2019年12月份，准备服役的战机发生故障坠毁。图95、图160均为战略轰炸机，其中近年来俄罗斯针对图160轰炸机进行现代化改造，首架改造后的图160M 已经试飞，计划2021年交付俄罗斯空天军。苏35是俄罗斯目前运营最正常的战斗机，是俄军中的主力战机，目前也在向全球销售。T14主战坦克2016年正式服役，这是俄罗斯在2009年开始研发设计的新型主战坦克，配置数字化作战系统，可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作战。俄罗斯曾计划在2020年装备2300辆 T14，用来替代俄陆军中的 T72和 T90坦克。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该坦克生产数量有限，远没有达到计划数量。纵观俄罗斯这5款武器装备，在过去5年发展的速度较为一般，特别是苏57战机尚未形成有效编制。反观中国，在过去5年，武器装备发展的比俄罗斯顺利得多。中国歼20隐身战机2016年下半年就开始交付部队，2018年2月正式服役。这款战机先俄罗斯 PAK-FA 战斗机服役，成为了中俄新型武器装备研发服役的一个缩影。在新型坦克研发上，中国99A 主战坦克被国际媒体列为致命的主战坦克前3名之一。不过，99A 作为中国陆军的主力装备，各种参数并没有公开。但是，参考99A 坦克研发的外销型号 VT4 坦克，中国坦克应不逊色于俄罗斯的 T17坦克。中国引进俄罗斯的坦克几无可能。而在轰炸机领域，中国继续魔改轰6，在过去5年生产了大量的轰6K 轰炸机。据报道，有100架以上。轰6N是2019年公开亮相的轰6魔改型号。这款轰炸机因为可能搭载东风21D 反舰弹道导弹空射版本，被视为最具威胁的武器平台。不过，根据公开消息，中国至今尚无远程轰炸机。虽然过去几年军方高层曾披露中国正在研制远程轰炸机，但是披露的可信消息少之又少。社交媒体盛传的轰20至今尚无任何可以证实存在的佐证。也有分析指出，轰20或许已经存在，只不过秘而不宣。这样的分析理论依据是，当年美军 B-2隐身轰炸机1978年秘密研制，1989年首飞，1997年服役，但是期间保密极为严格。轰20是战略武器，保密级别非常高。分析指出，在过去5年，中国引进了24架苏35战机，这款战机得到了中国承认，算是对俄罗斯武器装备的一个激励。武器研发方面，过去5年时间，中国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成为了军事现代化以来新武器装备最多的5年。在空军方面，不仅仅是歼20，在其他军机方面也不少新机服役，包括歼16、歼10D、歼11D 以及空警500、运8G 等一系列军机。海军方面就更多，055型驱逐舰、075型2栖攻击舰、山东号航母相继下水和服役。英国军事专家在日前分析指出，中国在军用飞机领域制造技术水平已经超越俄罗斯，而中国海军的055型驱逐舰领先全球。